世乒赛后，孙颖莎教练终于敲定，并非马林肖战，这人让刘国梁很满意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杂酱体育圈，今天咱们来聊聊关于世乒赛结束后国乒队员们的一些资讯。自从为期1周的世乒赛结束之后，大家也开始讨论起国乒队员们的表现。首先是孙颖莎，孙颖莎在这次的世乒赛中表现让人觉得很不错，但也有些遗憾。在世乒赛上，孙颖莎身兼3项，分别是女单、女双和混双，并且这3个项目分别挺进了决赛。在世乒赛中，在女双项目上，孙颖莎搭档王曼玉以3-0的成绩战胜了卢森堡组合倪夏莲和德努特，挺进了决赛。决赛对手是上届亚军日本组合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。在混双项目中，孙颖莎和王楚钦以3-1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林昀儒和郑义静晋级了决赛。决赛对手是日本组合张本智和与早田希娜。后来日乒全员被淘汰，国乒进入了内部比赛的过程，而恰恰内部比赛才是最难打的，因此在后来孙颖莎在女单决赛中输给了王曼玉，遗憾摘得银牌。这次孙颖莎在世乒赛中的表现有些差强人意，这个比赛也有很多人关注。最开始张怡宁在观察王曼玉和孙颖莎两人的女单决赛时，夸奖过王曼玉的能力，但也指出了孙颖莎的不足之处，表明孙颖莎后期爆发能力还不够，还需要更加努力。而邓亚萍在之前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孙颖莎的一些缺点，这其实也是在为孙颖莎好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孙颖莎进步一点，早日拿下属于自己的荣誉。而孙颖莎在这次输掉了女单决赛之后，看得出来心情也很沮丧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语气也稍有哽咽，但也表明了自己的决心。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孙颖莎心态的强大，相信在后期女乒队员们的实力在经过训练之后，一定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。不过在世乒赛结束之后，有人认为孙颖莎之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中输给了王曼玉，其实和邓亚萍、张怡宁等人说的爆发力不够无关，而是输在了教练这个问题上。其实在很早之前，关于孙颖莎教练的问题就已经存在了。在世乒赛前的1个月集训开始时，孙颖莎的教练黄海成就提出了离职。在孙颖莎的教练离职之后，孙颖莎相当于在孤军奋战，这对于她在世乒赛上的状态很有影响，甚至是很不利的。因为孙颖莎跟着自己的教练跟了很久，自然知道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比赛制度，但这次世乒赛对于孙颖莎来说是陌生的，再加上有很强大的对手，黄海成的离开无疑是给他增加了很大的难题，因此这或许也是孙颖莎在这次比赛中输掉的根本原因。而在最近，随着世乒赛的结束，国乒队员们要经过短暂的休整，去往新加坡参赛。这一次的 WTT 世界杯大赛对于各位国乒队员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，这其中只有2个项目，那就是男单和女单。孙颖莎在这次的世乒赛中没有拿到女单的冠军，就看她能不能在接下来的这场比赛中获得女单决赛的胜利了。不过在最近世乒赛结束，孙颖莎的教练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。虽然在这个比赛中有李隼等人在旁边看着孙颖莎在台上比赛，但毕竟没有自己长期跟着的教练熟悉，因此孙颖莎还是需要一个能长期在身边指导的教练。此外就是孙颖莎在这场比赛周竟输给了王曼玉，正像张怡宁、邓亚萍所说的，状态和爆发力不够，对于细节的把控力也缺少一定的控制，这就需要教练在旁边提醒他。因此教练问题目前仍然是孙颖莎的当务之急。而在这2天，关于孙颖莎的教练问题终于尘埃落定。世乒赛后，孙颖莎教练终于敲定，但并不是大家心里面想的马林和肖战2人，而是孙颖莎7年的恩师杨广地教练。其实在很早之前，杨广地教练就开始指导孙颖莎了，只不过到了后来换成了黄海成。而作为孙颖莎的恩师，他让刘国梁很放心，他很清楚孙颖莎的能力和实力，以及在细节上的一些把控。在之前世乒赛即将开始时，杨广地也负责送孙颖莎上车去往美国，或许在这个时候，杨广地就已经开始负责培训世乒赛结束后的孙颖莎了。而目前比赛结束，杨广地或许也会重新在孙颖莎身边继续指导，填补孙颖莎在没有教练时一些状态上的弥补，以及细节的把控，因此这也让部分球迷们十分放心。而现在 WTT 世界杯大赛已经开始了，就看孙颖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能不能获得一些精彩的表现吧。关注杂酱体育圈，了解最新体育资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